丽莎一觉醒来，突然惊恐地发现，刚刚还在给自己，她急忙接通电话，然而电话那头的警察却告诉她，在他们地毯式的搜索下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那一整晚，丽莎都因为担忧而无法入眠。于是次日一早，她就来到了丈夫消失的海边。接下来的每一天，丽莎都会来到海边等待，可她始终没有等回丈夫的身影。直到假期结束，丽莎不得不回到学校任教。她是一名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。然而在这天上课时，丽莎却突然注意到班上的一名男同学正对着自己露出邪魅的坏笑。然而丽莎定睛一看，竟发现此人正是之前她在海边求救时的救生员马特。在下课后，马特突然找上丽莎，他表示自己只是利用暑期空闲时间去海岛打工，恰巧遇上了丽莎的求救。而这个学期他又巧合地选修了美术。在得知丽莎的丈夫仍然下落不明后，马特也表示了深切的遗憾。随后他更是坦言，第一次见到丽莎时便被她那优雅的气质所深深吸引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马特不断找机会接近丽莎，甚至邀请对方一起去看演唱会。丽莎很清楚马特的心意，但她深信自己的丈夫并没有死，她暂时还不考虑开始另一段感情。直到一天晚上，丽莎在整理丈夫的电脑时，无意中发现了一段视频，那是丈夫公司年会时的场景。画面中，一个穿着红衣的女人突然出现，她和丈夫看起来异常亲密，但丽莎却从未见过这个女人。两人似乎还在角落里低声交谈着什么。次日，丽莎便带着这段视频找到了她的人的新工作单位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门铃突然响起，原来是快递员送来了一个包裹，并声称是马特送来的礼物，但丽莎并没有拆开包装，次日便直接将礼物送还给了马特。然而这时丽莎才得知，原来马特出身富贵，是一个富二代，并且他还独自经营着一家私人绘画博物馆。这些珍贵的艺术品都是马特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所得，而并非依赖于他父母的资助。马特年纪轻轻便有此成就，独特的艺术品味更是令人赞叹。在得知马特的父母已经离异，他一直独自生活后，丽莎便热情地邀请马特到自己家中，并且还为他做了自己拿手的饭菜。临别时，马特鼓起勇气向丽莎表白了自己的爱意。Я не знаю, как объяснить, но я чувствую, что я причастен к тому, что с вами произошло. И что между нами есть связь. И что я теперь в ответе за вас. 尽管丽莎未做出明确回应，但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，她早已被马特的真诚所打动。直到深夜，丽莎都难以入眠，今天所知晓的一切都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于是丽莎便起身翻看起丈夫的相册，可经过放大处理后，丽莎突然发现那个女人每当看向丽莎丈夫时，眼神中总是闪烁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杀意。她似乎与丈夫有着深仇大恨。为了揭开谜团，丽莎仔细搜查了丈夫的衣物，终于在一件上衣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购买项链的收据。可记忆中丈夫从未给自己买过任何昂贵的首饰，这让丽莎的心中泛起了层层疑云，犹如被春风吹拂过的湖面，涟漪不断。次日，她又在杂物间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箱子，而里面存放着一本她从未见过的相册。可更令人惊讶的是，相册中夹杂着一份旧报纸，上面记载的是多年前发生的一起车祸。当时一名叫做谢尔盖的运动员驾车带着家人出游，途中不幸遭遇货车撞击，车祸中夫妻二人当场身亡，仅留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。然而更令人费解的是，报纸后面竟然还贴着几张丈夫儿时的照片，并且当时他就在车祸现场。正当丽莎对这些线索感到困惑不解之际，门铃的骤然响起打破了室内的寂静。来者是一名身材魁梧的联邦探员，他带着严肃的表情向丽莎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他们正在追踪一起重大的金融诈骗案件，而丽莎的丈夫正是这起案件的头号嫌疑人。他们怀疑丽莎的丈夫并非真的在海上遇难，而是极大可能已经携带巨额资金潜逃出国，因此他们迫切希望丽莎能够提供关键的协助，以便尽快将她的丈夫绳之以法。调查员在告知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后便转身离去，留下丽莎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。丈夫的离奇失踪以及这些探员刚刚的话压得丽莎喘不过气，她的心境如同暴风雨中的孤舟，摇摆不定，濒临崩溃的边缘。在这无依无靠的时刻，丽莎毅然邀请马特到自己家中，因为只有马特愿意成为她苦涩心声的倾听者。丽莎将自己的疑惑与推测和盘托出，马特听后很是不解，既然已经确信丈夫的背叛，那为什么还要执着于去调查真相呢？ А следователю вы рассказали об этом? 可沸羊羊终究还是沸羊羊，马特还是答应了陪丽莎一起调查。于是他们立刻驱车来到了那个女人的公司楼下。经过一连串谨慎的跟踪，他们目睹了女人进入了一家药店，并购买了一些药品和注射器。可随后女人又走进了一家男士服饰店，并随意选购了一件男士毛衣。难道那件毛衣会是给丽莎失踪的丈夫买的吗？然而丽莎却表示丈夫从不穿毛衣，因为自己很讨厌家中有绒毛。他们继续跟踪着女人，最终竟来到了郊区的一栋别墅前。这时马特提议先回去休息，并制定一个周全的计划，免意识到可能惊吓到了马特，女人匆忙解释说奖杯的重要性。为了化解尴尬，她提议一起去玩射击游戏。就在他们专注于射击的同时，一个坐着轮椅的人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仓库。直到夜幕降临，马特这才告别了女人。在马特离去之后，女人才惊觉自己的秘密基地被人擅自打开了。她
她立刻冲向仓库，情绪激动的大声质问姐姐究竟意欲何为。原来坐在轮椅上的女人正是她的孪生姐姐。为了防止姐姐破坏自己的精心布局，她果断地用鞋柜将后门也严严实实地封闭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马特已经返回了丽莎的家中，把她所目睹的一切和盘托出。马特推测丽莎的丈夫或许就藏匿在那间密室之中，但他也没办法完全肯定。在提到奖杯上刻着的谢尔盖姓名时，丽莎的神色却突然发生了变化。她立刻翻找丈夫遗留的旧纸箱，并从中找出那份陈旧的报纸。根据报道所述，当年那场车祸中仅有一对孪生姐妹幸免于难，而车祸现场还有丽莎丈夫的身影。根据现有的线索，他们可以断定，那个女人极有可能就是当年幸存下来的姐妹之一。然而，这一切又与丽莎丈夫神秘失踪的案件有何关联呢？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，马特决定带领着丽莎亲自去一趟女人的家。他们选择了女人上班的时间，小心翼翼地翻越了篱笆，悄无声息地潜入了院中。然而，就在马特即将撬开窗户之际，女人竟然意外地提前回来了。无奈之下，两人只能匆忙逃离。现在唯一的可行之策，就是利用马特的魅力邀请女人去酒吧放松，而丽莎则独自潜入女人的家中搜寻丈夫。果然，女人轻易地上了钩，当晚便驾车来到市区与马特相会。马特先是陪她畅饮了几杯，随后又带她步入舞池共舞。与此同时，丽莎已悄无声息地潜入女人的家中，她猛地砸碎了窗户，然后一间昏暗而密封的房间，四周的空气充斥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在她身旁，一个胡子丛生、形容枯槁的男人正蹲坐着。仔细辨认之下，丽莎惊讶地发现，男人竟然是她那已经消失半年之久的丈夫。然而，丈夫的面容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模样，长期受制于那个女人的操控与药物影响，丈夫已经变得疯疯癫癫，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追溯至他们在海滩度假的时光，丈夫趁丽莎睡着之际，将手机藏入预先备好的塑料袋中，然后毅然决然地游泳至小岛的另一端，找到了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女人。他早已被这个女人彻底迷惑，并决定抛弃一切，与她一同开始新的生活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共度第一夜的酒店里，女人便在丈夫的果汁中下了药。毫无戒备的丈夫毫不犹豫地喝下了那杯果汁，随后便陷入重度昏迷，被女人拖上了车。为了确保一切按照计划进行，上车之后，女人又给他注射了一针。这半年以来的神智已经模糊不清，但他仍然能认出他的妻子丽莎。无论那个女人如何引诱，他都不愿意将枪口对准丽莎。就在此时，女人的姐姐坐着轮椅缓缓出现。她始终认为妹妹的行为过于极端，她拿着父亲珍贵的奖杯，试图以此要挟妹妹，想让她在错误的道路上迷途知返。毕竟那起多年前的事故只是一场意外，他们不能无视法律去惩罚任何一个人。在众人的争执愈演愈烈之际，马特及时赶到了现场，他迅速冲上前，紧紧抓住了女人手中的枪。Бегите отсюда! 在目睹心爱的人遭受伤害的那一刻，丽莎没有片刻的犹豫，毅然决然地冲了回去。就在这时，原本已经陷入呆滞状态的丈夫突然间清醒过来，他猛地一把将女人推翻，使其直接跌入了身后的地窖。这场荒诞的闹剧在此刻终于落下了帷幕。警方很快便以诈骗的罪名逮捕了已经失踪半年之久的丈夫。与此同时，受伤的马特则被火速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。当警方从地窖中将那个女人拉出来时，她已经被冻得像一根冰棍。10个月后，丽莎顺利地诞下了一个可爱的婴儿，而孩子的父亲正是马特。这段曾经不被世人看好的师生恋，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，终于迎来了一个温馨而美满的结局。与此同时，残疾的姐姐鼓足勇气去德国进行了康复手术，历经数月的刻苦磨练与不懈努力，她的双腿竟奇迹般的恢复了大部分的运动功能。由于那半年里她一直给丽莎的前夫送饭，渐渐的对这个男人萌生了感情。尽管她知道这个男人还有漫长的8年刑期要服，但她依然决定无怨无悔的等待他回来。Знаешь, меня ни разу в жизни